我。 想不到我一堂堂7尺男儿，竟会落到如此地步，还要委屈你来照顾我，更别提咱们两派还有这么多年的恩怨。红雪，师姐，红雪姐，师姐，大志，师姐，大师兄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红雪师姐的踪迹？找了一晚上，什么都没发现。你们呢？没有。大师兄，这是红雪的簪子呀。对，这个地方离师姐衰落的地方很远，表示她肯定还活着。对，一定还活着。戴志，我们分开找，你往那边，快！好。师姐，红雪姐，100年来，咱们两派纷争不断，甚至有不少人为此丧命。为什么我们非要斗得你死我活？这样缠斗下去，到底值不值得？这个问题，你问过你爹吗？当然问过，只不过得到的答案就是一记火辣辣的巴掌。看来你比我勇敢多了。在我娘面前，我从来不敢提这件事情。原来央姑娘跟我的想法一样。虽然我认为两派之间不应该这么继续缠斗下去，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打破眼前这个僵局。这或许就是我们两派之间的宿命吧。为什么不能？当年两派先祖是因为联手抗魔失败，所以才会丧命的，根本不存在私人恩怨。是我们曲解两位先祖的意思，才会造成今日的局面。其实我也一直认为，当初先祖不过是不忍看丁隐成魔，才会选择跟他同归于尽的。只不过，原来你一直认为是我们南海派是非不分，还污蔑姚阳池杀害了先祖，一心要为先祖报仇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。当年血魔乱世，整个蜀山派都独善其身，唯我先祖以大义为先，甘心以一人之力对抗血魔，这份勇气谁人可敌？我相信瑶池堡主就是佩服我先祖的勇气，才不忍先祖成魔，甘心与他同归于尽。好，就算你说的都没错，可先祖毕竟是为了救丁隐而死，难道你们南海派就不该因此感到愧疚吗？为什么我们要觉得愧疚？我先祖是为救天下人而死，该觉得愧疚的是天下人才对。你我之间尚且有如此大的争执，又谈何能消除两派之间的歧见呢？我相信只要有心，两派迟早都能分得清楚真正的是非。先祖之间的恩怨，或许能分得清楚，可我爹因为你们南海派而死，这份仇恨恐怕我娘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这倒也是。
我爹也为师姑的死耿耿于怀，一心想找仙宝，讨回公道。说实话，我也想过要报杀父之仇，可一想到为此又不知道要牺牲多少无辜的弟子，我真的于心不忍。大哥，你不是去救人吗？怎么不救了？我觉得他们关系还行啊。大哥是不是看他们有意和解，所以想让他们多相处一会儿，有助于化解两派恩怨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没错，他们确实是我们撮合两派合力除魔的最大希望。只不过，我不想把宝只压在他们两个人身上。大哥想怎么做？剑仙不是说过吗？他们好久没打照面了，如果想和解，至少先坐下来聊一聊吧。慢点儿。红雪，红雪，大师兄，丁晓峰，大师兄，丁少侠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让你杀了他。他们南海派都是忘恩负义之徒，跟他们讲什么情义？他们怎么样我管不着，可我必须感恩图报。况且你没看见他受伤了吗？我也不能让你背上成人之危的骂名吧。我无所谓，我只知道我要服从师命，我今天必须要杀了他。你给我让开！央姑娘，我虽伤了一条腿，也不一定会输给他。狄仁飞，既然你想打，动手吧。哼，算你还有点骨气。好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你，央姑娘，我说过要护你周全，就一定要做到，谁也休想拦着我。好，这次我就当是帮你还他这个人情，但出谷之后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他。姐，红雪，师姐，师姐，红雪师姐。师傅，那边看起来地势空旷，师姐应该不会在那边。要不咱们去谷底那边找找？等一下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走。奔那头，走。大哥，他们照你的计划，马上就要碰面了。师姐，师姐，红雪师姐，师姐，红雪师姐。哼，该找的人没找着，却蹦出来一群妖魔鬼怪。放肆！红雪师姐，大哥，看他们动手的架势，是恨到骨子里了。想要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，恐怕比降妖还难。要想让他们坐下好好聊聊，必须先把这个火撒了才行。话糙理不糙。哎，
不是，然后呢？你们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大哥，咱们就来个以毒攻毒，我先过去把他火气灭了，再由你好好调教。不准！别轻举妄动，我只问你女儿几个问题：为什么你平安无事？我儿子呢？丁掌门，请放心，丁少侠他……爹，师兄，你千万别伤害央姑娘。没事吧？爹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没事儿。我这条命是央姑娘救的，幸好您没伤害她，否则我们岂不成了恩将仇报之人？你们南海派最大的本事就是恩将仇报，错杀恩人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哼，幸亏你女儿不像你这样阴狠狡诈，否则我的儿子还焉有命在啊！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在我面前暗箭伤人！住手！洪霸大说好，好个屁！没看我忙着吗？让开！二位都是两派的大当家，在两派弟子的面前这样斗气，传出去就不害臊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仙宝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废话。宗门之间的事，你们少插手。要不是牵扯血魔，我才不愿意管闲事呢。我南海派底蕴深厚，根本不怕血魔。哼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老红毛，要不是我大哥出手，你们两派弟子早让血魔给灭了，还好意思在这说大话？你们身为斩妖士，却让血魔危害人间，本来就是失职，还好意思跟我在这邀功？斩杀血魔确实是我们的职责，但是血魔是跟你们两派有仇，他现在死而复生，不会来找你们报仇吗？仙宝自有对付血魔的办法，不需要你来关心。大姐，当年央瑶池都没能彻底斩杀血魔，你确定你有这个实力吗？虽然我实力不及仙祖，可以身为道的决心绝不会改变。我相信，集仙宝众人之力，肯定对付得了血魔。说得好。可是，如果你们两派联手，那不是更有希望斩杀血魔吗？哼，我仙宝宁可与血魔玉石俱焚，也绝不跟南海派合作。就算你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想当年，仙祖就是跟仙宝合作，才受了央瑶池的暗算，不幸丧命。这血淋淋的教训，我们南海派不会再犯第二次。走，为老不尊。你跟我一样的老。哼，你是聋了吗？你没听到人家刚刚叫你大叔，叫我可是姐。回仙宝。走。混账！谁给你那么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去盗剑？仙宝和南海派还没有到拼死相搏的那一步。若是丁刚发现是我们偷了无极剑，必汇聚全派之力前来讨伐。就算仙宝能够获胜，也必定会元气大伤。你想过这个后果没有？盗剑也就算了，你居然敢当着丁刚的面暗杀丁晓峰，那可是他的亲儿子。你这不是存心要挑起两派争斗，又是什么？弟子鲁莽，请保主责罚。娘，我相信大师兄绝对没有挑起两派矛盾的想法。你的错比起他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你有什么资格替他说情？你知情不报，惹下这么大的祸端，我就算理解你是为了袒护人妃，可是你又说什么丁晓峰救了你，丁晓峰也说你对他有恩，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爹，娘，我以后绝不再冲动行事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只是那位斩妖士说的没错，血魔重生，即将危及整个蜀山，我们真的应该暂时放下宗门恩怨，一起抗击血魔才对。你想气死我吗你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跟仙宝合作，才能保住我南海派吗？爹，我跟血魔交过手，我敢保证，没有任何一派的力量能对付得了他。唯有同心协力，才可能会有生机啊！混账话！你刚才没看到杨铁梅那嚣张跋扈的样子吗？难道还要我低三下四跟他合作？不用低三下四，我们只需要表达自己的诚心。住口！杨铁梅能够对付掉血魔，难道我不如他？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仙宝和南海派，除了仇恨，再无瓜葛。尤其是你和那个丁晓峰，不准再有任何纠缠。娘，其实我觉得那个斩妖士说的有道理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南海派联手起来，一起对付血魔呢？那个丁晓峰到底是怎么蛊惑你了，让你对两派联手的事这么上心？娘，你误会了，这跟丁少侠没关系的。其实这种想法我早就有。住口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仙宝自有对付血魔的办法，不需要跟任何人联手。你给我听清楚，一定要和南海派划清界限。我绝对不允许你步上你爹的后尘。这两个老顽固，韩嫣，你快来劝劝大哥吧。咱们别在这两派身上瞎费劲了，还不如另寻出路呢。大哥有什么想法？完了完了，大哥跟韩嫣都疯了。血魔这边一直毫无动静，他一定是在伺机动手，我们一定要赶紧想办法。我觉得，咱们可以兵分两路，我上仙宝，你去南海，至于怎么说你来定。但是要让两派相信，只有两派选出心灵相通的人，才能使出双剑合璧。可以。不过，咱俩换一下，我去仙宝，你去南海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这个仙宝弟子确实个个会行医制药，仙宝当中更是灵丹妙药，奇珍异草无数，能救人于危难，亦能医治世间百病。那可有变换男女性别的灵药？柳道友竟有如此需求？不是我，是我大哥。哦，钟道友铮铮男儿，为什么要变成女人呢？这我也无从得知，只是他也不好亲自来问，所以就让我私下询问一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还望李道友不要声张啊。你笑，你还笑？那这样，我在剑仙面前还怎么面对他？这都是小事嘛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韩嫣此次一定不负大哥使命。大哥，别气呀！如果你能把韩嫣变成男儿身，那也算是功德一件呐。你呀，这次可得好好完成任务，不然我在剑仙面前，就算是跳进黄河，我也洗不清了。是，一定一定。起来吧。是。你把无极剑藏到哪里去了？堡主，弟子觉得丁隐愧对瑶池仙祖，因此将剑
长埋于仙宝遗迹的下面，代表丁隐以谢罪之心，永远叩拜，遥视先祖。丁隐确实应该谢罪，不过此事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是。红雪，大师兄，我娘没有继续为难你吧？她只是说了我几句，没事儿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让我立功才去道剑的。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冒险的事了。这次确实是我鲁莽了。红雪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让你担心的事了。怎么了？大师兄，你能不能把无极剑还给南海派啊？堡主不是说过了吗？让我们不能与南海派的人有所纠缠。难道你要违抗堡主的命令吗？如今正是多事之秋，就算两派不能化敌为友，也绝不能再雪上加霜了呀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是我已经将无极剑交给了堡主。若非堡主答应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快进去吧。是你啊！见过姑娘。那日见到道长时，实在不合时宜，也没来得及跟你说声谢谢。谢我什么？谢你那日救了我呀！举手之劳，无足挂齿。师祖，难道我选择放下仇恨，化敌为友，就是大逆不道吗？当然不是。丁隐，如果真的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，也不会成为受众人仰慕的一代剑仙。道长虽对南海派有恩，可擅闯祖灵禁地，实在不合适。血魔一旦发疯，整个人界都不得安宁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两派还要内斗，岂不是更不合适吗？你要是来当说客的话，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我们堡主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多谢刘姑娘关心，不过今天这件事，无论成与不成，我必须见杨堡主。劳烦刘姑娘代我通报一声。道长，我特意好心提醒你，你怎么……雀儿，有客来访，通报便是，哪儿那么多话？师姐，师姐，这刘道长与咱们有恩，我是怕师傅这脾气一上来了，给他脸色看，肯定没有他好果子吃啊！在背后乱议堡主，是第四该做的事吗？道长，请随我来吧。多谢姑娘。你这是自找挨骂。当年先祖为了拯救苍生，甘愿牺牲。100年来，仙宝弟子一直引以为傲。虽然我修为不及先祖，也不敢有违祖训。当然愿意挑起斩杀血魔的重任。堡主大义，确实令人佩服。谬赞了，我可以答应与你联手除魔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堡主请讲。仙宝与南海派势不两立，这个立场绝对不能改变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出手干预。我们志在除魔，只要有合适人选，当然不会插手宗门矛盾。仙宝100名弟子自幼相处，情同兄弟姐妹，我相信在他们之中
一定可以找出心意相通之人。天下人都认为是仙宝导致了两派水火不容，其实不然，真正让两派水火不容的原因，却是我师姑耿云和仙宝的良泽。而这个良泽，正是央铁梅的丈夫，也就是央红雪的父亲。当央铁梅的母亲登上堡主之位后，下令良泽入赘央家。可良泽成亲之后，还与我师姑藕断丝连。央铁梅的母亲发现他们私会，气得以门规处死了良泽。我师姑听到良泽的死讯，伤心过度，竟然选择自刎殉情。天下男子这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既懦弱又没有担当的良泽？他不仅害得你名节受损，死后还不能与列祖列宗同葬。如今看到你这座孤坟，我这个做大哥的，我怎么能不心痛？我知道你对良泽无怨无悔，可我还是要为你叫屈。云儿，我不能公然为你报仇。